时代场景变化，随潮流的步伐，好坏对错黑白真假。都市进步繁华，古老和新颖转化，价值多少如何评价？守候在门里面，不想外望一下，就看不到天空有多大。以为要个性，却不知什么代价。理想再大，也只是空话。在美丽新世界，我们一起计划，在未来展望最色彩奔跑。放下彼此隔膜，在随希望出发，共同努力正能量激发，共同努力正能量激发。哎，爱丽丝，爱丽丝，为什么那么久？我刚才下错巴士站，我是走路过来的，又走错另外一条街，现在的路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我都跟妈咪说可以自己回家。哎，不行啊，你这么小，又是个女孩子，当然是要大人接你才行嘛。哎呀，新加坡很安全的，而且我比你还懂路。万事都不能掉以轻心，到处人来人往，转眼坏人把你抓走了。你是我唯一的曾孙女，要是你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要是我被人抓走，就叫妈咪再生多一个喽。胡说八道！哎呀，你在看什么啊？你看小兔子好可爱哦 ，Uncle Harry， 里面还有很多小动物，我们进去看好不好？不行，你爸妈等我们回家吃饭呢。别看了，走了。一下子而已，please一下子。好，就一下子啊。耶！你很喜欢小动物吗？如果我能养一只小动物就好了，可是妈咪不会答应的。叮咚，养小动物有什么好的？花钱又花时间，不如你多花一点时间看书，增加知识。我整天不是读书就是看书，闷死了，又没有人陪我玩。如果我有一只小兔子就好了，我能跟它说话，又能跟它玩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寂寞啊Uncle Harry， 不然你买一只小兔子给我，我会好好照顾它的 ，OK？ 这件事情不由得我做主啊，要问你爸妈才行。你问了很多次，他们都不肯。哎，艾丽莎怎么没有出来啊？她不是最喜欢看这部戏的吗？不要叫他，一回来啊就吵着要养宠物，我不答应他就不高兴啊。她已经很久没有提起宠物了，怎么突然间又问起啊？我今天从补习中心接他回家的时候，恰好经过一家宠物店，他看见那些小动物就不肯离去了。说了她那么多次啊，还是不死心。呀，你千万不要心软啊，养宠物需要时间、爱心跟责任的。或许爱丽丝觉得寂寞，才会想养小动物的。他都没有时间做功课，哪有时间寂寞？小孩子是需要一个伴的，难道你们没有想过，多生一个孩子给他作伴，他就不会想着养小动物啦？你以为养孩子这么容易啊？说生就生啊！养孩子有多难呢？你没有孩子，不知道养孩子的压力。除了要有时间和体力来照顾他们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也会被打乱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容易的。还要有财力啊！怀孕要钱，生孩子要钱，奶粉、医药费、尿布都是钱，教育费就更不用说了。从宝宝出世到大学毕业，你没有30万是不行的。如果进不了本地大学，出国念书就不止30万啦。现在孩子是用钱堆出来的，生一个就够你受了。以前的人啊，一家养10多个孩子，还不是样长得高头大马的，身体健康。船到桥头自然就会直。你都说以前啊，那是以前啊，现在只有母猪才会生那么多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
多子多孙多福气啊！况且连家没有个男孙，难道你们没有想过多生一个儿子吗？现在什么时代了，男女平等啊，不一定生儿子好的，有时候女儿啊更孝顺。没有儿子传宗接代啊，是不孝啊！喂，生不生是我们的事，你干嘛管那么多啊？这是关系到连家的后代，我怎么可以坐视不理呢？哎呀，好了，那这个重大的责任呢，就交给你了。有时间的话呢，去找个老婆为我们连家啊传宗接代啊。老婆，慢慢走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爸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带你来看医生的。啊，我不要看医生，我要回家。啊，看医生也不用住院的。是啊，你不用怕，我们会陪着你的。你陪我，不用住院。慢慢来，这。我上下洗手间，你帮我一下好吗？哦 ，OK。爸，我等下回来。啊。小璇，小璇，大喜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没什么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。医生说伯父手术的成功率很高，我相信他吉人天相，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的。哦，我想要炖一些汤给伯父喝，不晓得他喜欢喝什么汤啊？你跟我说什么？你不用这么担心啊，伯父能吃能睡是个好现象，只要手术之后啊。我跟你讲，不如这样子吧，你先回去，我有点事情要做啊。拜拜。哎，那你。喂，小璇呢？你在哪里啊？要照顾那个生病的老人，要应酬那个男人，累死了。哎，文鼎哥。哎，是你啊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大喜呢？你不是跟他在一起去看我阿爸吗？他说他有事情要办，叫我自己先离开。哦。哎，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我帮你提吧。不用了。不过我倒是有一件事情想要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我等下告诉你。哦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。怎么了？我怀疑我妈旧病复发。10多年前她患乳癌，本来经过治疗都好了，可是这阵子我发现她神神秘秘的，常常瞒着我跟她的主治医师 Dr. 谈通电话。所以你到医院去跟踪你妈？你不要想那么多，可能你妈的病情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重。我听人家说，癌症要是复发，会很严重，很难医得好的。没想到她做化疗，我就很心痛。上一次她做化疗的时候，爸还没有过世，都是我爸在照顾她，安慰她。现在爸走了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取代我爸，鼓励他，让他安心养病。是我爸也是一样，辛苦了大半辈子，这个时候应该享清福的时候，又撞伤了脑，又得了肺癌。我这个做儿子的什么都帮不上忙，除了陪他去看医生，什么都做不到，我真的是没有用。我也是。记得我中3那一年，考试考得一塌糊涂，要留班，
我妈不但没有骂我，没有打我，她还做了一个蛋糕鼓励我。她就是这样子，一直在支持我，给我力量。可是现在她生病了，我却这么软弱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要哭就尽量哭了哦。但是我们不可以哭太久的，家人还是需要我们照顾的。说得对，我们要坚强，不可以倒下。我们要 fighting。我想到一个方法，可以为你妈打气的。你没有猜错，这是我的手，不是别人的，没错。请你看着我，眼神不要闪躲，你会找回熟悉的线索。Surprise！ 怎么了？我做给你的，喜欢吗？你为什么做蛋糕给我？因为我希望你天天都开心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安迪，妈，我都知道了，你不要再瞒我了。你都知道了？我知道你去找 Dr. Tan，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。那什么都不用说，我明白。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和你一起作战。做什么战？Dr. Tan， 我找你妈。Nancy， 你在干什么啊？哎，你忘记拿这个。我妈是不是病得很严重？你还要亲自送药来？你妈没有病啊。那这个药？哦，这是维他命。啊？维他命？哎，我妈不是旧病复发吗？谁说我旧病复发？那你每次打电话给 Dr. Tan， 我一出现你就挂电话。还有，好几次我看到你在厨房偷偷吃药，你还跑去立了遗嘱。你搞错啦！我搞错了，但你最近就神神秘秘的，我明明看到你吃药。那是荷尔蒙，是给更年期妇女吃的。妈有点不好意思，怕别人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偷偷去见 Dr. Tan？ 你刚才都说你知道了，我还以为你知道我跟 Dr. Tan 在一起呢。你看你摆了一个大乌龙啊！妈，你吓死我了！哎呦，谈恋爱是好事嘛，你干嘛不告诉我？哎呀，我都这把年龄了还谈恋爱，叫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你们几时开始的？几个月前，我们是在交际舞的地方碰面的。我1年前退休以后，我儿子就鼓励我多参加一些活动，没想到会碰见你妈。10年前呢，我跟 Dr. Tan 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，除了说的病情之外呢，就无话可说。想不到啊，10年后，我跟他就成了舞伴，却无所不谈哦。哦，所以这样子边跳边弹，弹出了爱的火花。Dr. Tan 啊，既然你都退休了，为什么安迪还去医院找你？哦，我儿子也是医生，是我托 Nancy 去那里拿些东西的。妈，我都给你吓死了，傻孩子。你没有猜错，对不起，害你白忙一场。怎么会白忙呢？至少你妈有蛋糕吃。无论如何，谢谢你的心意啦。不用客气，真的替你开心啊！你妈现在没病，又有多一个人照顾她，以后你不用担心她孤独寂寞。是喽，看他们这么恩爱，我真的很欣慰。我觉得我妈会比我更早结婚呢。
我知道你是担心你爸的病，不过你不是劝我说我们一定要振作，因为我们的家人需要我们照顾吗？人很奇怪的，懂得劝别人，不懂得劝自己。并不是当你选择面对就能够改变些什么，而是当你不面对就什么都改变不了。这是我来自742星球大王子说的话，我借花献佛送给你。谢谢。我无助的时候，是你的安慰给了我力量，所以现在我也要帮你打气，给你力量。你有力量，安科就会有力量。我跟你一起 ，fighting， fighting。怎么会这样的？麒麟送子图，多子佛，太过分了！喂，你看，够火候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啊，温柔了炖了补汤给你们喝，来，我盛给你们。是不是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我们的房间？你别乱说，那是吉祥物，可以带给你们好运的。你不要那么迷信好不好？我们不相信这些的。宁可信其有啊！以前的人生孩子啊，都是把麒麟送子图贴在房里面的，很灵的。至于那个多子佛呢，是我在庙里面求的。够了！你怎么可以擅自进我们的房间？你到底懂不懂礼貌？你已经侵犯了我们的隐私了。我上一次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？生不生孩子是我们的事情，你有时间的话去找个女朋友，不要再来烦我们了。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别再多管闲事。我生不生孩子不需要对你交代，你再多事的话，我和双喜就去劫狱。啊，你看你这个老婆说什么话啊？身为廉家的媳妇，开枝散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你怎么可以如此不负责任呢？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爸都不管我们了，还轮到你吗？我也是为了廉家好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再吵了，一人少一句吧。哎呀，表姐啊，你先不要生气，文鼎哥是真心关心你们的，他还亲自去买材料要我煮汤给你们喝，补补身子啊。我不需要他关心，也不要喝什么汤。这么喜欢孩子，自己去生个够。你看你这老婆真是没大没小，你要好好的管教她。所谓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呀，年纪轻轻的，搞到自己好像一个老人家一样，弄成现在这样，你满意啦？表姐夫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了啊！哥，这个拿走，这个也拿走，这些东西都拿走。好，全拿走，我全部拿走。好，不要生气啦，生气了人很快老的，老了就不漂亮喽。你那个弟弟到底哪里不对劲啊？他以为他是谁啊？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过度热心，不知道分寸。那你大人有大量，就不要跟他计较啦啊！你不要再帮他说话了，他根本就把自己当成一家之主。大哥的婚事他要插手，我们生孩子的事他也要插手。这个家还有大哥跟你，什么时候轮到他说话？是，他这个人呢太过分了，没大没小啊！还有啊，你做哥哥的应该有做哥哥的威严啊，怎么可以让他骑在你头上呢？他根本没把我这个嫂嫂放在眼里啊！好，我等一下呢就出去臭骂他，警告他一定要尊敬嫂嫂，敬爱嫂嫂，不准进我们的房间。好，没问题。他要是敢再进我们房间的话呢，我就把他赶出连家门。啊，门没关啊，等下有李轩看到怎么办？他跟我说今天下午学校有补课，没有那么快回来的。怎么没听他跟我说啊？啊，是不是因为我不答应让他养宠物，他跟我赌气啊？没有啦，你不要那么多心。不过什么？我是觉得艾丽莎挺可怜的。我们平时工作都很忙，她想找个人聊天都难。你不要帮她求情了，我是绝对不会答应让她养宠物的。不是养宠物，是养小孩。爹啊，你有没有想过生多一个小孩给艾丽莎做个伴？想都别想！我只是狂放下意吗？什么？什么？花生红枣，桂圆莲子，这不是早生贵子的意思吗？
这家伙做的还可真彻底。你还笑得出啊？他真是变态。现在到我了。好，现在到你了。啊，你发钱了！咦，我比你还有钱呢，我可以买地了。医生，爹地，你在玩什么？我在玩 Monopoly。是哦，怎么不叫爹地和妈咪陪你玩？每次叫你们玩，你们都说没有空。如果我有 brother sister 就好了，他们一定会陪我玩。爹地现在有空，爹地陪你玩。耶，爹地你先。好。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啊，你坐牢了。这是坐牢啊。好，到你。有一件事想问你，是你昨天跟我提起，说希望我把洗剂的账给他做，你同意了？还没有。不过这次洗剂能够跟供应商解决食材的问题，他的功劳也很大。再加上以前他工作做账的，所以洗剂的账交给他做应该没问题。女人本来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，在外面抛头露面，总是有欠妥当啊。不过我也发现思妮的确是有能力。既然你赞成，我也不会反对，毕竟是自己人比较安全嘛。就这么说定啊！还有，后天商联会有一个会议，我有点事情不能够去，你带我去了。啊？为什么我去啊？双喜不能去吗？他也是没有空啊，你就帮帮忙了。那好吧，可是我从来没出席过这种会议啊，要做些什么？很简单的，坐外面听就好了。有什么问题呢，打电话给我就可以了。那里有公共电话吗？不用。对了，我要给你这个，给你这手机。啊，你给我的手机，我怎么会用？很容易的，我教你啊。你看到这个按钮吗？啊，这些呢都是洗剂的账目，你看看。哦。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。这些也是啊。大哥，你怎么把账目交给诗妮？诗妮建议说把洗剂的账目交给他去管，我跟文鼎都觉得还蛮适合的，所以就交给他了。诗妮，你没有告诉他？啊，有。只是我一时忘记了。对，还有2本，我去楼下拿。哦。哎呦，蝶儿，你要求大哥让你做账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现在知道有什么差别啊？除非你不支持我啊。支持，我举双手双脚支持啊！我老婆那么能干，我当然也有面子啦。那不就行啦？我还以为你不高兴呢。怎么会呢？我只是怕你啊，忙里忙外的会太辛苦啊。能者多劳，也要我有本事，大哥才让我负责账目啊。我可不想在家里当一个一无是处的黄脸婆。哎呀，我老婆这么漂亮，又这么能干，怎么可能是黄脸婆呢？差一点。嗨，你好。怎么会是你啊？我2兄长今天都没空，只好我自己代表喜记出席会议。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一肚子的话，等一下在会议上会积极的发言吧？那也未必，要看别人怎么说。必要的时候才发言，不必要的时候就沉默是金。你这么鸡婆，怎么可能沉默是金？什么是鸡婆？不是你鸡婆的告诉我爸我的事情吗？亏我这么相信你，把我的心事都告诉你，没想到你居然出卖我。原来是那件事，你父亲还是不肯原谅你。他突然来找我，跟我说对不起啦。你这么说，你们父女已经打开心结，你父亲已经原谅你了。虽然你很鸡婆，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只是说出你心里的话，让你父亲了解你多年来所承受的愧疚。如今你们父女冰释前嫌，我也算是功德圆满。是的，这位师傅，会议即将开始了，我们启程吧。哎，你还没跟我解释什么叫鸡婆。今天开会主要是要讨论圣诞节和新年的促销活动，大家对这次的促销有什么提议和想法，可以尽量的提出来。圣诞节是红毛人的节日，关我们华人什么事啊？
为什么要搞促销活动呢？在新加坡庆祝圣诞节的不只是基督教徒，非教徒也会趁这个节日跟朋友搞聚会，互换礼物。年底很多公司都有给花红的，所以消费者比平时舍得花钱。很多商家就趁这个时候搞促销，吸引人潮啊。没错，年底是购物的旺季，我们不能落人后。大家想想，有什么点子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到我们这去购物？我觉得最经济实惠的方法就是办展销会，把所有商家的产品呢集中在广场上。那我们主题可以是白色圣诞，我们放个圣诞老人在广场上分糖果给小朋友，吸引人潮。建议不错，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号召力。我们还可以搭台，请艺人来表演，然后再办一个抽奖活动，只要消费超过50元，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。当然，奖品是由所有商家一起包销。那请问我们商家包办的奖品是什么？奖品可以多样化啊，可以从家庭用具到烛光晚餐的证券、购物证券等等。不过大奖呢，就一定要丰富一点。我建议就2张来回旅游的机票，价值大概是1万块左右。我反对。为什么？花费这么高，我们商家不是亏大本吗？怎么会呢？如果以200人来计算，每个人消费50元，就已经有1万块了。奖品越丰富，人流才会越多。我有信心，我们可以吸引超过200个顾客，我们一定不会亏本的。你们不会啊，但是喜记会，喜记卖的是中国传统豆沙饼，有谁会在红毛人的节目里面买豆沙饼来庆祝的？那如果喜记加入促销活动，那岂不是白白分担你们的成本吗？连先生，有没有市场呢？是事在人为的。你不是常说喜记是老字号，有80年的历史吧？就单凭这一点，我们其他商家就已经落后几10年了。你只要改变一下你的促销方式，一定吸引到人潮的。你的算盘他打得真响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这个计划我有所保留。做生意眼光要放远，没有风险哪有收获，对吧？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喜记之所以可以走到80年的历史，就是不会去承担不必要的风险。你这种做生意的想法就已经落后80年了。好，既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，不如我们投票表决吧。赞同佘小姐的，请举手。少数服从多数，我宣布佘小姐的提案通过。至于娱星表演节目，今年是轮到喜记和老 Kela 负责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。你在看什么？哦，老人家不知道喜欢什么样的娱性节目，你有 idea 吗？啊？我是说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认为大多数的老人家都爱看戏曲，不如我们请戏班来表演。现在的戏班很难请的。再说老人家的籍贯不同，要请什么籍贯的戏班呢？那就请讲华语的话剧团来表演啊，比如说是雷雨啊。No， 闷死了，老人家会睡着的。我提议什么你都不同意，何必问我呢？哎，不如我们请人家来唱老歌吧。你这提议还蛮不错，很多老人家都很爱听老歌，我们可以请前辈歌手来表演。可是我对老歌不是很熟悉，我只懂一首。什么歌？明月千里寄相思。怎么会这么巧？什么这么巧？这么巧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。对了，你怎么会知道这首老歌啊？以前南希妈咪很喜欢唱的，小时候常听她唱，
听多几次就会了。夜色漫漫，早似中天边，心月如钩，回望时恍如梦，从寻梦，今何处求？有这么难听吗？没有，你唱的真的很好听。真的啊？那我们要叫谁来唱啊？啊，上网看就知道了。你们现在的网络啊，真的是很厉害，上网什么都可以找到，不像我们以前，哪有这种东西的？火星人生活的地方有这么落后吗？我不是火星人，那就是土包子，什么都不懂。谁说我什么都不会啊？我现在会用手机，而且啊还会拍照呢，拍一张。哎，不准拍，不准拍照！再拍！我告你侵犯隐私啊！别动，别动，不会响。喂，就2个甜的吗？你要不要试试其他的口味啊？好啊，今晚你陪我看戏，我就帮你买多几个，啊，怎么样？今晚我没空哎。那明晚吧。哎呀，小姐，没事吧？啊，先生，我看看你要干嘛？撞到哪里啊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啊，我看看。你干什么？交个朋友而已吗？交朋友？这里是卖饼的，要交朋友走远一点。你再不走，我报警的。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调戏良家妇女。哎，流血了。哦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去拿药箱。你怎么了？哦，大喜哥，哦，刚才我被顾客调戏，不小心撞伤的。怎么会这样子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幸好文鼎哥及时赶回来。大喜，你回来正好，你帮温柔涂药吧。我帮你吧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大喜哥。忍着点，有点痛。你没有猜错，这是我的手，不是别人的，没错。请你看着我，眼神不要闪躲。蛋糕有这么好吃吗？笑得这么甜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我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在想男人。快说，在想谁？我也不确定啦，毕竟我跟他都认识这么久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感觉。认识很久啊？连大喜。真的是他？什么时候开始的啊？最近的事情，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久了累积下来的感情。我现在觉得呢，爱情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，就在他觉得适当的时候才会开花结果。那连大喜呢？他向你表白了吗？倒没有。不过他很关心我，在我有需要的时候，会安慰我、鼓励我。朋友之间呢，也会互相鼓励和安慰的。我觉得在你还没有搞清楚他对你的是友情还是爱情之前，我还是那句，不要一头栽进去，免得受伤的又是自己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找个机会确认一下他对你的感情，不要像上一次一样，以为那个手链是火星人送的，会错意，很糗的。让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这种粗重工作还是让我来做比较好。你们让我这个洗剂工作，我已经很感激你们啦。比起你跟文鼎哥在厨房的工作，我这一点算得了什么？不要这么说，虽然你在洗剂的日子不是很久，但是你也帮了不少忙了。我听表姐说，文鼎哥才来洗剂不久，可是他的贡献好像很多哎。文鼎哥到底来了多久啊？ 3个多月吧。才
才认识3个多月，你们的感情就这么好，一点都不像是刚认识不久的。我也是觉得很奇妙，可能是我们身体里都流着廉价的血液吧。看得出他对你们连家一家都很真心，对喜记也是尽心尽力的。对啊，他对喜记的奉献是我跟双喜都不及的。虽然他的年纪比我们小，可是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他都会站出来帮我们解决。我这个做大哥的，却有点惭愧。你别这么说，你对喜记的贡献也很大啊。我听表姐说，在文鼎哥还没来之前，喜记都是你一个人在管。我觉得文鼎比我们2兄弟更适合管理喜记。他除了做饼的手艺好，还有魄力，喜记需要这种人承传下去的。可是文鼎只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怎么可能传承喜记？他为喜记付出那么多，所以我打算给他一些喜记的股份，这样会比较公平一点。是你？哎，小璇，大喜在吗？在啊，我去叫他。哎，大哥，我还以为你在厨房，原来你和阿柔一起出去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其实我们是去倒垃圾啊。他们2个现在是如胶似漆，连丢垃圾都要在一起。你没有猜错。哎呀，表姐啊，害羞什么？你们2个都已经在一起了，还怕别人知道啊？原来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，你真会保密，都没告诉我。恭喜啊！我是来买豆沙饼的，安哥摊他喜欢吃。哦，你要买几个啊？5个甜的，5个咸的。最近忙吗？还好。祖先保佑！还是要讲到小学啦。你为什么每次神出鬼没出现在我后面呢？是你想得太投入了，对什么都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既然你已经选择了温柔，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温柔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你要好好对待她。要是你对着小璇还是念念不忘，就是对她不忠。我跟温……哎呀，这种东西呢，没有必要收藏的就不要收藏了嘛。那把它丢掉吗？你要怎么处理你自己决定。总之呢，男子汉大丈夫处理感情的事情不能拖泥带水、3心2意啊，只会害人又害己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感情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了。糟了，陈美光有事情不能来了。我去想办法吧。美人，怎么了？他说陈美光有事不能来了。糟了，陈美光唱经典老歌是压轴节目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的。那怎么办？临时要去哪里找人来代唱啊？你干嘛看着我？你不是会唱那首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吗？由你上阵。不行啦，我没准备，况且我不记得歌词啊。没关系啊，歌词我记得很熟的，我帮你写大字报，你照大字报来唱，应该没问题的。好了，时间不多，节目快开始了，就这样决定。各位老太太、老先生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商联会为大家主办的乐龄慈善活动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第一个节目呢，就由我和佘美人小姐为各位嘉宾玩一个游戏，这游戏叫做哑巴传情。现在我们热烈欢迎佘美人小姐上台。大家好。好了，第一道问题呢，就是中国4大名著里的一个经典人物。那由我来表演，大家看清楚了啊。猴子，猜错。答对了，来给这位老太太一份礼物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猜4个字的成语，我们2个会比动作，然后大家猜是什么成语 ，OK？
得到吗？比翼双飞。哇，又答对了。夜色茫茫，照四周，天边星月如钩。回望时恍如梦，从寻梦，今何处求？人隔千里，路悠悠，未曾遥问。心一抽，清明月带问候。思念的人儿泪长流。月色蒙蒙，夜未尽，周朝寂寞宁静。坐上寒灯，光不明，伴我独坐枯谷里。人隔千里，无音讯，欲待遥问。终无凭，清明月带春谢谢。这边请。还好你会唱老歌啊，今天的节目才可以圆满结束。没想到你唱起老歌来还韵味十足啊！所以你是因为听到入神才忘记翻歌词的吗？当时的确失了神，一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你也太夸张了。还有啊，你歌词为什么都写繁体字？很多字我都读不懂。还好我冰雪聪明，我都用猜的，好不容易才把歌给唱完。对不起，我一时忘了。那没什么事啊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再见。